是永宁，哀家竟然穿越到了自己最不受宠的小孙女身上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得尽快告诉小皇帝成王谋反的事情。皇帝呢？回公主，皇上现在正在储秀宫内选妃呢。好你个小皇帝，哀家头七未过，你就大肆选妃是吧？走，去储秀宫。皇上，人都到齐了。都不白来，都不白来啊！我看，要么就都留下，好为我大宁开枝散叶。是。谢皇上隆恩。禀皇上，永宁公主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奇怪，是朕看花眼了吗？这永宁的神情怎么那么像母后？永宁，既见父皇，为何不行礼啊？这小兔崽子，还让你母后跪你！回皇上，本公主怕这礼你受不起。哦。哀家看你那些仁义道德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还哀家？阿叶，你好好看清楚哀家是谁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朕的乳名的？阿燕是朕1个月的时候母后给朕起的名字，只有母后才会这样叫我。母后，可您不是死了吗？怎么，哀家没死，你好像很不高兴啊？如今哀家死后头七未过，你就来大肆选妃，当真是极为孝顺啊！哪有，母后，儿子真的太想你了，我真害怕，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哀家养的孩子，哀家自己知道。虽然他确实晚对了我，但终归心地善良，绝不可能是如此不孝之人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母后，皇叔说，儿子作为皇帝，不应该整日沉浸于母后死后的悲伤之中，理应尽快振作起来，充盈后宫。如果被大宁开枝散叶，那么也好告慰母后和父皇的在天之灵。果然又是他，儿子，你可知，正是成王害死了我和你父皇。母后，您是不是对皇叔的成见太深了呀？谁人不知皇叔一心为国，如果不是皇叔的帮持，儿子又怎能坐得上这皇位啊？怎么不信哀家呀？我信。我的傻儿子，不怕将来就是成王给他赶下皇位，他还得夸成王大义灭亲。母后这盯着朕的眼神，怎么那么像看着集市上贱卖的猪肉啊？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，那我必须抓住机会保护好儿子和替先皇复仇。眼下之计就是把儿子拉回正轨。娘，皇帝养成计划正式开始。奴才见过王爷。最近本王正忙着为太后守孝，小皇帝那边有什么动静？这皇上可真是荒唐。罚家不过是按您的要求，在他耳边提了几句选秀的事儿，他便大肆全国甄选秀女。罚家听说民间和众大臣已是诸多不满。很好，他越顽固就
越是迷信。现如今西南水患告急，大臣纷纷递折子至御前。你这几日多心血人缠住那小子，别让他看到那些求援的奏折。等到将相病归，看到小皇帝荒于朝政，定会勃然大怒。到时候这天下我还不是唾手可得？这简单，皇上最近酷爱赌博，简直是日夜不眠。咱家这就去安排赌局，保管让皇上玩得尽兴，忘记这朝堂和天下的百姓。将相病归之日，就是他小皇帝退位之时。皇上特赐永宁公主明珠10壶、云锦10匹、玉镯8对、金丝楠木妆奁1套、娇绡5箱、羊脂玉碗10双。禀公主，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给您的礼物。有劳公公了，辛苦您带着他们把这些东西入库。咱家不辛苦，永宁公主能得到皇上如此多的喜爱，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你们跟我走吧。公主，昨日您冒犯了皇上，我还以为皇上会责罚您呢，没想到今日送来这么多赏赐。他孝敬给我东西，那是应该的。皇上这个时辰是不是已经下朝了，在御书房批阅奏折呢？回公主，皇上现在正在养心殿和小路子他们赌钱呢。什么？小，朕这把还是压大，这把肯定还是朕赢。皇上，您都连着赢3把了，奴才们的家底儿都快输光了。皇上您真是真龙天子，连老天都让您赢钱呢。不是朕跟你们吹呀，这放眼整个大宁，朕的赌术要敢排第2，就无人敢称第1。是，来，咱们继续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在玩骰子吗？我能加入吗？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，帮儿子戒掉毒瘾。难道您也会玩骰子？哀家年轻时可是大宁城有名的才女，除了要精通史书国策，当然还有这些玩乐之物。那就您来陪朕玩吧。朕这一日赢啊，也有点乏了。朕也没想到，朕的赌术竟然如此厉害。哎，只是您一会儿输了，不要哭鼻子才是。这把朕还是压大，您跟着朕压，一定能挣得盆满钵满。这里头明明是3个1，当压小的才是啊！怎么可能？朕自己摇的，朕能不知道这个大小吗？你们谁肯借本公主一些银子，包你们稳赚不赔？奴才愿意。看哀家一局让你这小皇帝输个精光，这些全压小。好，既然您玩这么大，那朕就把这1个月的利银全部压进去。正所谓投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反正朕一定会，毕竟朕的赌术卓绝，
输给朕，您无需惭愧。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满，若是输了，难免会脸上不好看。我看是您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才对吧？毕竟朕一定会赢的。真的是小。公主，您真神了！一定是您歪打误撞才赢的这局的，敢不敢再来一局？好啊，既然你不服输，那我们就各执一中，再来一局。若是我输了，就将这些银子全部都归还给你们；若是父皇输了，从此以后不准再赌钱，而且要把这个月积压的奏折全部都批完。父皇怎么犹豫了？是不敢了吗？好，朕答应你。拿钟来。朕就不信朕会一直这么帅。皇上摇出了3个6，这公主你还比什么呀？永宁公主啊，还是年纪太小，普天之下没见过女儿能赢过爹的。哇哦，您别比了，朕已经绝杀。我看啊，您还是把朕的银子还给朕，让朕和他们继续玩吧。毕竟这奏折这么多字，朕看都不想看。皇上，你先别急呀，你都还没看到我这个钟的结果，如何判断自己的输赢？无论你摇出什么结果，都必输无疑。父皇，在未得到最终结果之前，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必赢的局。母后这口吻，难道她真的能赢朕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朕这已经是最大的数字。公主这么自信，还以为有什么转机呢，原来啊是俺想多了。我看您还是回宫休息去吧。6661，公主赢了！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国事繁重，若是有人再带他出去玩乐，本公主绝对饶不了你。小皇帝，你娘始终是你娘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服是不服？母后，儿臣自然是服您的。哀家多次提醒过你，都是你一叶障目、狂妄自大，不把别人的提点放心上。你要知道，君王治国最忌装聋自大。儿臣知错了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快履行承诺，批阅奏折去！怎么样，小皇帝是不是还在和那些小太监玩骰子，玩得废寝忘食啊？回王爷，现在皇上正在养心殿批阅奏折呢。什么？奴才办事不力，还请王爷责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那永宁公主赢了皇上，皇上这才不得不履行赌约，认真批阅奏折。什么？萧可生性顽劣，他怎么会听那个罪不受宠小女儿的话？奴才也不知道。明日将相并归上朝，若是让小皇帝想出治水的法子，在朝堂上发号施令，再想扳倒小皇帝，可就难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让皇上出现在朝堂之上，不就好了？
王爷，皇上安置在储秀宫的秀女，或许可以派上用场。好，这件事就安排你去办。将相是3朝元老，为百官表率。若是他明日发现小皇帝不在朝堂之上，必会祭出先皇赐予的大王鞭，鞭笞皇上。众大臣也会跟风上书皇帝不贤，逼他禅位。待本王登基之日，绝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奴才谢过王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剩这么几本奏折了，明日再批，应该也不迟吧？嘘。皇上，您忙活了一夜，想必是累极了。您前日新封的那几个美人儿还未去看过呢，我看不如让他们好好帮您放松一下。摆驾，储秀宫。是。美人，你跑啊，美人！来呀，皇上！我在身后呢，皇上！快抓我呀！我跟你说，别让朕抓到你们，不然有你们好受。皇上在你身后呢，我在这儿呢。皇上该上朝啦！朝堂之上有皇叔在，我一日不去没什么的。今日别再来打搅我。奴才明白。美人，咱们继续。什么？今日皇上没去上朝？是啊，公主。如今西南水患，王爷、将相和一众大臣正在紫宸殿等着皇上做决策呢。将相可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，而且他手里藏王鞭，更是能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。若是儿子真惹恼了将相，再加上成王在背后撺掇，儿子的皇位恐怕难保。走，我们去找皇上。荒唐！水患猖獗，灾民到处流离失所，地方官员层层向上地主得到御前，却至今没有得到处理。朝廷每年给你们发那么多银子，是让你们吃空饷的。相爷，您也不能怪我等啊。自从你因病休养后，皇上没了您的监督，就再也没来上过朝。什么？王爷，你身为皇上的皇叔，又被先皇赐予监国之权，你为何不直接向皇上禀报？您这可是冤枉我了。我得知此事后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皇上，可是他也根本不把我这个皇叔放在眼中啊。相爷，恕臣说句大不敬的话，这皇上啊，别说是成王殿下了，就是太后在世，恐怕也管不住他呀。这话怎么说？太后故去，头七未过，咱们这个皇帝陛下应大肆举办选秀，说要充盈后宫。臣苦心相劝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是这皇上也不听臣的啊。放肆！大宁向雷孝传家，不有子民，这是无人；不孝贤母，这是无德。若是失了仁德，他的皇位能坐得稳吗？皇上呢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他怎么还不上朝？已经派人催过，皇上正忙着在储秀宫和几位新封的秀女玩的，不让去打扰他。这也太不像话！今日可是将相病归首次上朝，难不成现如今皇上连将相这个相爷也不放在眼里吗？岂有此理！诸位，随我一起前往储秀宫。本相身为皇上的相父，一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请大王鞭。公主，你慢点跑，等等奴婢！那成王那么狡猾，说不定已经带着将相往储秀宫去了。相爷生性正直，若是被他撞见儿子在和秀女嬉闹，肯定饶不了他。快点儿！
就算您要责罚皇上，也得等私下里啊。这么多大臣看着，若皇上丢了面子，他日后上朝还怎么面对众大臣啊？他如此昏庸，还要什么面子？今天他萧克若要不给老夫一个交代，他这皇位也不要做了。相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呢？皇上不在。美儿，抓到你了！我明明听到皇上的声音，你这个狗奴才，就说皇上不在。相爷饶命！老臣愧对先皇和太后啊！太后尸骨未寒，这等不忠不孝之徒，却还在沉迷享乐。今日老夫定要用先皇所赐大王鞭打死这个昏君，另立新皇。相爷英明。萧克被废，萧氏一族便只剩我一人，本王称帝指日可待。难道是本相听错了吗？刚才一瞬竟听到了太后的声音。您还在等什么？大明的江山社稷可不能毁在皇上手里啊！永宁见过丞相，见过成王殿下和各位大人。后宫不是不让朝臣进入吗？各位大人来这里作甚？皇上呢？我们刚才明明听到他的声音了。父皇应该在安心殿里面批改奏折吧？还好我来得及时，不然儿子就惨了。美儿，抓到你了！母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都下去吧。我要是没来，你还不一定见到明天的太阳呢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成王正带着将相往这边赶呢。他们若是看到你这副荒唐的模样，你觉得你这个皇位还能坐得安稳吗？完了，将相素来刚正不阿，他要是知道我这样的话，那肯定会废了我的。母后，我应该怎么办啊？还不快去里面躲着！好你个小娃娃，分明是在撒谎！皇帝到底在哪里？成王，永宁公主只是个孩子。来来，您别哭了，我代表成王殿下给你赔不是了，还不赶紧来哄？不是我，真的心肝啊！你们谁欺负他了？不是我，皇上，成王殿下刚刚很大声的把公主殿下吓哭了。你这个奴才！皇叔，就算您平时对我有再多意见，尽管跟我开口便是。啊，不是我，听臣解释。公主，是臣不对，臣不该这么大声对你说话。也罢，既然成王殿下是有心赔罪，那本公主给原谅你了。敢问皇上，你方才在哪儿？可知否西南水患之事？朕自然是在这养心殿批阅奏折，至于这水患之事，朕自然是知道的。既然皇上早就知道，那想必早已想出应对之法了吧？那是自然，我早已有办法了。还请皇上细细讲来，我等洗耳恭听。那个水患之事，我哪知道怎么处理啊？您不会是不知道吧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父王，你不是告诉过我解决方式吗？怎么自己倒忘了？回各位大人，处理水患，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建沟渠，然后再引西南之水入以南汉地，而且父王还特许从国库拨3000两重建西南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朕就是这么告诉永宁的。皇上英明，这真是皇上您想出来的办法？这当然是我父皇想出来的方法。成王殿下，你从一进门开始就一直在问我父王在哪里，而且现在还出言质疑我父皇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殿下您有心为之，想要对父王不利呢。不慎言，皇上，臣绝对没有。皇叔不必惊慌，朕自然是相信皇叔的。既然如此，臣等告退。臣等告退。母后，
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错在我没有听您的，没有好好的去批奏折，所以才不知这水患之事。皇上，你若是不想要今日之事再次发生，就听哀家的，把储秀宫里的秀女都散了吧。那不行，没了这储秀宫，朕可怎么活啊？若不是你沉迷女色，那相爷和成王又怎会抓住你的把柄？那也不行。那哀家就去找太监宫女聊一下皇上的少时趣事。母后，朕好歹也是一国之君，那儿时那些糗事要是被别人知道呢，那朕还怎么做人？算了，朕一切都依母。君无戏言，哀家相信皇上一定会尽快散尽储秀宫的。朕的女人。萧克之所以今天被成王为难，除了沉迷女色，还有国策没学好，才无法想出水患应对之法。看来是得好好让他温习一遍学业了。母后，您能不能别老是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您一这样看我，我就心里直犯怂。你去找人安排一下去崇华宫学习的事宜吧。您精通国策，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学一遍？错，是你和我一起去。什么？啊，母后，您开玩笑的吧？其实太傅教的那些东西啊，我都会，只不过刚才一下忘了而已。好吧，那我就跟您一块儿去吧。啊，没想到朕这么大了，还要和孩子们一起上课，传出去多丢人啊！眼看着小皇帝马上就要完蛋了，都是这个永宁坏我的好事。他还要小皇帝去崇华宫学习，那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。不行，我定要阻止这件事。舅舅，不是说您带着江相去宫里找皇上了吗？我带着江贤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永宁不过是个爬床婢女所生的公主，舅舅不必放在心上。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本王瞧着那永宁，竟有几分太后的身子。皇上那边，你一定要阻止他进崇华宫。舅舅放心，皇上最是宠爱本宫，此事交给我，你且放宽心。你们稍等，我去做。娘娘，我们需要派些人盯着永宁公主吗？不必听舅舅危言耸听，皇上最宠爱的一直都是我的威仪。至于那永宁孤苦伶仃，皇上不过是可怜她罢了。淑妃娘娘，小的刚刚得到消息，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，您快些回宫准备着吧。看到了没有？这后宫皇上只专宠本宫，也只会听本宫一人之言。皇上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陪臣妾？皇上，今天是去崇华宫的日子，永宁公主已经在门口候着了。皇上，您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能跟着公主胡闹呢？这一国之君跟着皇子公主们去上课，传出去不是让百姓耻笑，有损皇家颜面呢。可是这……皇上，臣妾可都是为了您，为了大宁着想，难道您还不相信臣妾吗？爱妃说的是，朕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？你出去跟永宁公主说，朕今天身体不适，这崇华宫啊，就先不去了。是。我就知道皇上肯定会听我的，留下来。什么？他不去了？
这淑妃是成王的外甥女，说不定此事就是成王授意，为了不让小皇帝去崇华宫学习。那你再进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在外边等太久，晕倒了。是，公主殿下。皇上，永宁公主在外等候您许久，竟一时身体虚弱，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公主在哪儿？快请御医！皇上，您这几天忙于政务，都没有好好陪过臣妾。放肆！朕再不喜欢永宁，那也是朕的亲生骨肉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妃子？再次对她如此恶毒的诅咒！皇上息怒，臣妾知错。这永宁究竟使了什么诡计，居然让皇上如此偏爱他？御医呢？这小路子这么久了，还没把人找来吗？不用了，哀家好得很。母后，您不是晕倒了吗？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哀家的确是该气得晕倒。你下的，哎，还不快跟哀家去崇华宫！哎呦，疼，母后，慢点。哎呦，母后，您别拉朕，朕自己走就是了。走。见过皇，见过父皇，见过皇。微臣见过皇上。我这段时间挺用心教皇子公主的，应该没有犯错呀。皇上怎么突然过来了？父不必多礼，今日皇上他也是来学习的。那大家请坐吧，咱们开始上课。今天讲的是《诗经》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。陛下息怒，是老臣说错什么了吗？朕没有，你先起来吧。太傅，您多虑了。其实皇上只是觉得你讲的实在太好了，所以想要自告奋勇，想让你考考他。母后，您真是我亲母后啊！这原来是这样，皇上满腹经纶，还这么谦虚，真的是让老夫刮目相看呀。相考论不上，老夫正好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皇上，还请皇上指教。太傅请讲。如果发生饥荒，国库存粮稀缺，是先开仓放粮，还是督农劝桑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这个反正现在又没有饥荒，我看我们暂时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太傅，要不换一个吧？哎，陛下怎能这样说？太后故去之前曾讲过，未雨绸缪，方为治国之策。太傅，皇上把大宁治理得很好，所以没考虑到此问题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要不让八皇子来回答吧。回太傅，如果城内真的闹饥荒，应该以救济为主，先开仓放粮，稳住民心，再奔令劝农，方解此局。八皇子说的对呀，治国如同治水，稳定民心最为重要。父皇，看来八皇子哥哥比你还厉害一些。朕身为一国皇帝，学识竟还不如6岁的儿子，难道真像母后说的，朕是个无能的纨绔君王？明明我才是父皇最宠爱的公主，要向父皇证明我才是最厉害的公主。永宁，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尊卑，胆敢指责父皇胸无点墨？虽然知道温宜是维护朕，但这话听着莫名心虚啊。哎，本公主跟你说话呢，你是聋了吗？
这温宜平时在哀家面前素来乖巧，怎的今天这般无理取闹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那么大言不惭地说弄父皇的不是，我们让太傅再出一次题。你敢不敢与本公主比学识？温宜妹妹不仅是父皇最疼爱的女儿，更是太傅最得意的学生。这永宁怎能跟温宜妹妹比？温宜，你莫要胡闹，赶快坐回去！这大宁谁不知母后当年第一才女的名气？这温宜怎敢在母后面前如此放肆？怎么，你不敢了？还蛊惑父皇为你说话？这温宜小小年纪就能说出如此狠毒的话，可知淑妃没少在她面前提永宁母妃的不是。我断不能让淑妃母女二人把这后宫搞得乌烟瘴气。好，我比。太傅请出题。眼下两位公主针锋相对，我且随便出个最简单的题目做做样子就可以了，以免得惹火烧身呐。二位公主请听，千字文的第一句是什么？这太傅出的题怎么这么难？竟然连这也不会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所以他们都会，只有我不会。这题太简单了，你出些生僻的题目。请问二位公主，正宫皇后宫中共有多少根蜡烛？这道题连老臣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，只有内务府那边才有记录。这下你们回答不出来了，我就按平局给你们定。本公主母妃只是非问，我哪知道皇后要用多少蜡烛？这太傅分明就是在胡乱出题。母后虽然是先皇后，但这等琐事她肯定未放在心上，如此两人打个平手，刚好。哎，既然两个人都答不出，我看啊，那就算了。这道题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一共是476根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完了，谁知道这永宁公主真敢乱回答呀？来人，奴才在。去查查寒庄宫的蜡烛一共有多少根。是。永宁，我看你就是随便说个数吧。父还在这儿呢。温宜，你怎敢如此对永宁说话呀？还不快回去坐着！父皇，你别信，以前父皇都是喜欢我和母妃的。自从永宁醒过来以后，你就不喜欢我们了。温宜，温宜，你怎么哭了？皇上，您对臣妾有意见，何必为难温宜呢？她还只是个孩子。爱妃，我怎么会怪罪温宜呢？这只是两个小孩之间正常的比试罢了。有什么可比的？这样恶毒的口吻，真的是从前在哀家面前那个贤良淑德的淑妃吗？禀皇上，奴才刚刚去内务府查了一下，寒章宫的蜡烛的确是476根，永宁公主说的没错，刚好对上。果然是朕的母后，竟然连这等瑕事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奴才又不是瞎子，怎会连数字都认不得？这都多少年了，这后宫陷害人的方式可是一点也没变呢。不是，可他的眼神什么意思？还真当哀家会推自己的小孙女啊？我可算是知道他为什么斗不过成王了，这不纯是缺心眼儿吗？母后，别叫哀家母后，哀家没你这等蠢笨的儿子。母后，儿子知道错了，您就让我起来吧。我知道您没推温宜，但方才好歹是在外面，我理应护着自己的妃子和女儿啊。你让哀家说你什么好呢？
那淑妃为人跋扈，不堪圣宠，你却专宠她一人，这不更助长她那嚣张的气焰吗？母后，其实淑妃性子不坏，内心一向良善，而且还很会为朕着想，很适合当朕的知心枕边人。况且您曾经不是很喜欢她吗？那你就当哀家是眼瞎。母后，这俗话说得好，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仇啊？哎呀，您就原谅我吧，我就什么都听您的便是。哦，是吗？那行，哀家给你半个月时间，将国策融会贯通。有什么不会的，就去问太傅、问将相，或者是哀家和你的皇后都可以。要是学不会，就别想进后宫。母后，能不能换一种方式？这样是不是太为难朕了？小路子已经将撤牌的旨意传下去了，皇上有这时间跟哀家辩解，不如早早开始学习呢。这小路子不是朕的贴身太监吗？什么时候成了您的心腹了？乖儿子，加油！皇上，听说你好几日未出养心殿了，臣妾特意为你准备了参汤。参汤稍后再说。皇后，你和母后一样都是才女，你快过来给我讲讲这段什么意思？这段的意思是，还是你讲的有道理。那这段呢？皇上呀，好久没放皇后娘娘的牌子了。现在呀，咱们看他们如此恩爱，咱们做奴才的也安心了些。淑妃娘娘，皇上跟皇后在养心殿学习国策呢，吩咐了不许外人打扰。放！你个狗奴才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本宫是外人吗？可能是奴才听错了，皇上说的是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大胆！你敢这么对娘娘说话？奴才也并非有意为难淑妃娘娘，只不过现在皇上学习势头正盛，如果您进去了，岂不是打扰他的兴趣？那为何皇后可以？皇后博学多才，满腹诗书，还能为皇上解答疑惑。您要是有这本事，你也可以进。本宫一介武将之女，哪会咬文嚼字、断章实句呀？这还是奴婢第一次见淑妃娘娘吃闭门羹。小路子公公，你好厉害呀！刚才呀，我也吓坏了，但好歹咱家受永宁公主的耳濡目染，气势不能输。我告诉你啊，永宁公主可是个能人。公主，小路子来报说，皇上这几日都在养心殿内读书，后宫都没有去过，倒是皇后经常过去送参汤。当初这正宫皇后也是哀家精挑细选，才貌学识既是上乘，可惜太过规矩，不争不抢，每日都在佛堂安稳度日，自然什么都被那跋扈的淑妃压一头。看来这父皇也不是无药可救，要是能在半个月内调节好父皇和皇后娘娘的关系，也算是一举两得了。国君国母心和，大宁方可永盛。公主，您就放心吧，皇上会明白您的苦心的。但愿如此。永宁缠着皇上也就罢了，皇后算什么东西？居然也学胡妹子那般来勾引皇上！母妃，人家是正宫皇后，不用勾引父皇，也拥有一切的。这要说起来，都怪太后那个老东西。当初本宫跟江令贤同时进宫，要不是那个老东西
非要立那个贱人为皇后，说不定现在住在韩章宫的就是本宫。母妃，皇后娘娘是将相孙女，身份高贵，从小就当做皇后教养，那点胸襟气度，咱们比不了。淑妃娘娘息怒，不过区区一个皇后而已，气坏了自己身体就不值了。舅舅有所不知，皇上自从去了崇华宫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发过本宫的牌子。我眼睁睁看着皇后那个黄脸婆得势，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女人就是女人，除了争宠就没有什么盼头。不过皇后是将相孙女，若是借萧淑妃的手办当皇后，那将相必然与萧可生出嫌隙，到时候本王举事也方便得多。既然这皇后久不得宠，娘娘何不趁此机会扳倒皇后？这皇后背后母家可是相府，皇上断不可能轻易废后。娘娘放心，只要您能让皇上与皇后离心，朝堂上自然有臣为您助力啊。如此，本宫在这儿就先谢个舅舅。我这外甥女还真是傻，被我利用了，还在得意呢。公主，那不是皇后娘娘吗？重生了这么久啊，终于见到哀家的乖儿媳了。我们去跟皇后娘娘打个招呼吧。娘娘，奴婢真为您高兴。最近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，脸色也红润了许多。难道本宫之前状态不好吗？还说呢，您之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就守着一方佛堂度日，任由淑妃爬到您的头上作威作福，皇上几乎都快忘了您。不过现在你们二人整日在一起，真是让人好生羡慕啊！他是大宁的皇上，并非我一个人的郎君。我既身为皇后，就不应该生出争宠之心。这皇后倒是有几分像当年的哀家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，不如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。哟，听说姐姐不是日夜陪在皇上身边，怎么今日有闲心到这来喂鱼了？啊，莫不是性子太过无趣，被皇上厌弃了吧？小夏，我们走。怎的？被我说中了？我就说皇上怎么会对你有兴趣？这某些人啊，就像这池子里面的鱼，皇上想起来了呢，就逗一逗；想不起来呀，就让他自生自灭了。公主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再等等。你怎么敢这样说娘娘？放肆！你什么身份，竟敢和娘娘顶嘴？看你又是什么身份，敢动我的人！娘娘恕罪，奴婢呀，只是帮您教养一下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罢了。以下犯上吗？有点意思。小夏，快去教教淑妃娘娘，以下犯上该是什么惩罚？娘娘，娘娘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娘娘，你这个打我的人！我为后，你为妃，本宫为何不干？本宫之前只是不想同你计较罢了，竟真让你觉得本宫好欺负。本宫就算是鱼，也有很大的度。你要知道，这皇宫新人一波又一波，人老黄花瘦，唯一不变的只有本宫。能和皇上名字写在一起的，也只有本宫。妃就是妃，就像那御花园里的花，第一眼看着新鲜，看久了却觉得乏味。你。可是母妃，那水很凉的。温宜，
皇上不可呀！皇上，您的龙体为重，快来人啊！快把公主救出来！温姨，温姨，你怎么样？姐姐，就算你看我不顺眼，你也不能拖温姨下水呀！她还只是一个孩子。淑妃娘娘，谋害皇嗣这是多大的罪名，你可不能这样乱说。而且分明是温宜公主自己跳下去的，请皇上明鉴。你是皇后娘娘的婢女，你当然会向着你们家娘娘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家娘娘做主啊！皇后娘娘近几日因为陪圣驾，很是得意，竟然跑到我们家娘娘面前炫耀。就连奴婢替我们娘娘还了几句嘴，竟被皇后娘娘的人打成这样。就连温宜公主也是被皇后娘娘推下水的。淑妃，温宜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竟敢拿她的命来构陷于我！皇后一向恪尽守礼，不像是会挑事的人。温宜，你从来不对父皇说谎话，你且告诉朕，你究竟是怎么落水的？父皇，是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推的我。你这孩子怎么如此扯谎？父皇，你糊涂啊！怎可大庭广众之下对皇后娘娘动手？儿臣方才在后面看到了，分明就是淑妃娘娘指使温宜跳下去，然后诬陷皇后娘娘。永宁公主，我知道你和本宫有过节，但你怎么能说是我推温宜下水的呢？她是我的亲生孩子，虎毒尚不食子，看到她这样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父皇，你怎么能怀疑母妃呢？难道我们两个在你的眼里是这么恶毒吗？即使如此，皇上刚才为何要叫人叫温宜上来？臣妾还不如跟温宜一起跳下河去死了算了，免得再遭受皇上猜疑。爱妃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朕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？而且你怎么能说出来带着女儿去死这种话呢？这淑妃装柔弱的段位如此低劣，偏偏将哀家这个傻大儿吃得死死的。永宁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就不要掺和了。朕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件事就因皇后善妒，还想伤害朕的孩子，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为皇后。自你当太子开始，我就嫁给你，我们10年的感情，你现在就用一句善妒来概括我。我是女人，我就算会嫉妒，我有错吗？本宫就算再有怨，也不会对孩子下手。父皇，您绝不可轻信一面之词呀！皇后娘娘可是你的结发妻子呀！放肆！朕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不许再对永宁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。公主，本宫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你不必再为本宫求情，免得你父皇责怪于你。我与皇上相识于10年前，那个时候我们甜蜜又恩爱。可是自从他坐上皇位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觉得本宫无趣，更加喜欢漂亮的淑妃娘娘。或许他早已忘了曾对祖父承诺会好好对我的那些誓言。父皇，温宜好难受啊！皇上，这明明是姐姐错了，怎的还突然提起了江相？莫不是在威胁皇上吧？你莫要再拿江相来威胁朕，你德行有亏，谋害皇嗣，就算相爷今天当面与朕对峙，也不亏欠你们江家分毫。眼前克儿一心认定是哀家的乖儿媳推的温宜，淑妃定然是不会松口的。看来这事还得从温宜身上下手。好一句不亏我江家，你当真是瞎了眼了，萧克，连谁对你是真心的你都看不明白。大宁有你这个昏君，如何能万世长久？来人，把皇后带下去，禁足含章宫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让她出来。皇上饶了你娘娘吧，娘娘真的没有推温宜公主下水。想揍死你个畜生！皇，儿臣刚才说错了，推我下水的不是皇后娘娘，是母妃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皇上恕罪，温
万一他是胡说的？我没有胡说，就是母妃想要陷害皇后娘娘，所以才让我跳进水里。放肆！朕还在这儿呢，你就敢这么对待温宜，可想平日里你对待她是什么模样？皇上，万一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推他下水呢？皇上，事到如今还在狡辩，来人，把淑妃带下去，禁足关雎宫1个月，宫内丽影减半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去看她。皇上，臣妾告退。妹妹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。那淑妃娘娘她根本就不爱你，她做的那一切，只是为了早日当上皇后，之后再要个皇子，掌控整个后宫罢了。你胡说，母妃那都是为了我筹谋。你只是个小孩子，身体柔弱，她就让你跳进那么冰冷的河水中。她要是真的在意你，又怎会拿你的性命开玩笑？她要是真的当上了皇后，还有了皇子，又怎会在意你一个公主？与其靠着这个把你当成垫脚石的母后，不如直接去讨好父皇更实在。王爷，淑妃娘娘因构陷皇后被禁足了。什么？非本王那么提点她，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为了淑妃在小可耳边吹枕边风，那本王的大事岂不是又要搁置了？近日城内涌进许多流民，王爷不妨借此事做文章。有道理。本来百姓就对萧可怨声载道，若他下令将流民赶出京，那帮流民必会反。到那时，本王就不信那群大臣还会为萧可说话。主子，皇上已经在外面站了1个时辰了。外头天气炎热，你去把皇上请进来吧。娘娘，你糊涂啊！父皇昨日都那么对你了，一定要让他尝一番苦头才行。就让他在外头晒着。我这儿媳还真是心善，不忍皇上受一点苦，那就由我这当娘的来替乖儿媳出气。公主，本宫虽怨皇上，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，所以娘娘，你就听我的嘛，就当是给父皇一点小教训。回皇上，娘娘说您还是先请回吧，她现在正忙着和永宁公主说体己话呢。你进去告诉皇后，朕不急，等她什么时候有空了，朕再进去便是。哎呀，皇上啊，您可就别再惹皇后娘娘生气了。别人呐是面壁思过，咱们呀可要被太阳烤化了。朕已经在外面站了3个时辰了，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？皇上为什么对永宁说话这么恭敬？本来就是你错怪了皇后娘娘，理应向她赔罪，怎么就连这点苦头也吃不了？行，儿臣知道错了。皇上，您刚刚对公主自称什么？完了，这皇上不是真的被我气傻了吧？竟然开始自称为公主的儿子。不，肯定是我疯了。永宁分明是皇上的女儿。皇后，既然事已至此，朕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永宁她其实就是我们的母后。皇上，您万不可拿臣妾开玩笑。母后刚去世，你怎么对她如此不敬？何况她分明是永宁公主。乖儿媳，还是你知道为哀家着想。当初哀家向将相承诺，克儿不会负你。如此想来，是哀家对不起你们江家。这熟悉的口吻，母后曾经就是这么叫本宫的。母后，
儿媳见过母后。乖儿媳，快起来，不必多礼。哀家现在的身份只是永宁公主。自从您走了之后，儿媳真的很想您。哀家知道，你是一个有孝心的，不像哀家这个混账儿子一样，让你玩了吗？乖儿媳，昨日的事说到底都是哀家没有教育好科儿，让他中了那淑妃的温柔刀。哀家这儿子也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耳根子软，容易被人迷惑，你且多担待一些。母后言重了，儿媳不敢。不过没事，如今有哀家在，他若是对你不好，哀家就狠狠地收拾他。君后和睦，国则安定。哀家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珍惜彼此。儿臣受教。禀皇上，近来3位侍女，大量流民都涌入到了京城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百姓的生活，还请皇上圣裁。这小皇帝最没主见，等会儿他肯定会问我该如何解决这件事。我再趁机进言，让小皇帝将流民赶出去。民生艰苦，朕倍感痛心。皇叔，敢问您有什么高见？回皇上，那些流民虽可恶，但京城的百姓才是皇上的子民，把那些无知流民统统赶出去，免得寒了京都百姓的心。皇叔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本就没有什么流民之分，为他们搭造一个遮风避雨的简要住所，这样至少不会让他们流落街头。再开放粮仓、施粥建棚，等时机成熟了，给他们找个生计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这个萧可竟敢当众反驳本王，他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王爷息怒，如今淑妃娘娘被软禁，那些大臣们自然认为您会跟着失势反过来讨好丞相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个萧克仗着朝堂上有将相在把关，翅膀是越来越硬了。若是让他得了民心，那还得了？王爷，既然小皇上想建棚施粥获得民心，那么咱们可以借此机会在州里下毒，皇上就洗不清这残害百姓之罪名了。有道理，他想仗着这点小小的恩惠安抚民心，那我就让他被万民唾骂。你找个信得过的心腹去办这件事，务必要万无一失。奴才遵命。放粥了，大家快来领粥吧。多亏了皇上让我们有栖身之所，不然我们现在还睡在大街上呢。我大娘有这样的皇帝，真是百姓之幸啊！皇后，您尝尝这些，这是我专门让御膳房给你做的。科儿，你慢些，哎，这嘴里都塞不下了。哎呀，母后，以前都是您操心儿子，现在有了这难得的机会，我自然得多孝顺儿女。不过，你这次安置难民这件事情，你做得很好。母后，若不是您要求我去崇华宫学习，朕自然不会把此事办得如此漂亮。科儿真的有在越变越好，也不愿哀家重获这一次。但成王那么狡猾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施粥建房这件事，一定要亲自盯着进度。儿子遵命。
我的肚子啊！皇上，不好了！城中百姓喝了咱们的粥，中毒死了。百姓都在相传是咱们的粮食有问题。怎么可能？咱们的粮食不可能有问题，此事定有蹊跷。母后前不久刚跨过镇，还提醒朕派人时刻盯着施粥。如今出了这事儿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怎么办呀？哎，对，还有皇叔，你快去将皇叔请来。此事万不可告诉永宁公主。奴才遵命。幸好还有皇叔可以为朕出谋划策。臣见过皇上。皇叔免礼，您可算来了。竟有这事！皇叔，您可要相信我，此事定是有人诬陷于朕。若江小和众大臣知道此事，定会责怪于朕疏于防范。皇叔，此事只有您能帮我了。皇叔，你尽管放心去查，无论查出来是谁，朕都会为您做主。既然如此，老臣遵命。太好了，那就请皇叔尽快查明凶手，还朕一个清白。这小皇帝还真是没脑子，竟让本王这个幕后黑手亲自去查，到时候正好将这事嫁祸到江相一派大臣的身上。公主，皇上对您还真是用心，就连祈福物品都是别人的2倍。你这丫头，就这么一点东西就把你给收买了？他对我那么好，都是应该的。大家伙们快看，我刚才看这辆马车是从皇宫里面出来的，这里面坐的一定是那狗皇帝的亲戚，我们大家可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公主，一群流民挡住道路，不让我们走。他是公主，就是他爹，要置我们于死地，大家不要放过他们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公主，你快别出去啊，快回来！你们为什么要说父皇要置你们于死地？那你这个粮仓不是白开了吗？岂有此理！生了这么大的事，宫里竟无一人告诉本公主。云香，帮我拿去喜服的东西都拿过来分给大家吧。是。我出来带的东西也不多，不过也可暂填温饱，请诸位放心，此事我已知晓。等我回去，一定会禀报父皇，让他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大家都知道，皇帝陛下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流民的死活。就是。那只是父皇说到的小人的挑拨。况且，若是他真的不想接纳你们，又何必要费力打开粮仓来救济你们呢？我也只是一个7岁的小孩，也没有骗你们的道理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行，那我们再相信你一次。如果你帮不了我们，我们也不怕闹到皇城去。不去太庙了，掉头回宫。是。哀家该说你是蠢还是傻？这么大一件事，你未告知哀家，就派城隍去查。母后息怒，儿子也是害怕您责怪儿子办事不力，这才不敢告诉您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责怪你也无用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想出解决办法。你且在朝堂稳住大臣，剩下的就交给哀家去吧。是。你去御膳房亲自盯着，重新熬制一锅粥。本公主要亲自给流民们施粥。奴婢这就去。皇上施粥了，大家快过来呀！这皇家的东西我们可吃不起，万一一个不注意吃死了人，我们去打深渊。就是，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，其实就是不把我们这些蝼蚁的性命放在眼里。
各位，我是当朝皇帝最小的女儿永宁。我知道你们害怕这粥有毒，但本公主如今也喝了这粥，却没事，足以证实此粥无毒。上次必定是奸人作祟呀，想要你们对皇上失望。皇上爱民如子，万万没有放弃一个子民的意思。如今这粥就在你们面前，难道你们还要活活饿死吗？皇上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女儿下手。既然公主喝了这粥无事，那么我们再相信皇上一次。对啊，大不了就是再被毒死，这总比活活饿死强啊！是啊，对啊。公主，今日的粥都分完了，带来的水果也给大家都分下去了。刘明清喝了永宁公主带来的粥，我得回去将这事告诉王爷。谁在那儿？想必一定是上一次投毒的人。你拿着本公主的令牌，去官府那叫人去，一定要追上他，不能让他再次跑了。公主，公主，要去也是奴婢去啊！他人呢？怎么这么快就不见？果然是这小孩是有优势的。我警告你，你别乱动！听你，谁敢威胁老子？你个7岁的小姑娘，怎么可能会用这么精湛的剑法？分明就是你太菜了。哀家年轻的时候也是学过武的，入宫后就很少展示了。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底子的，只不过这副身体确实弱，不过用了一点力气，哀家就开始头晕了。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把这人捆起来带走。是。公主到底怎么样？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朕绝不会轻饶你。回禀皇上，公主殿下只是太过劳累，所以才昏迷了过去，稍后就能醒来。您醒了，是朕不好，朕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出去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朕可怎么办？父皇，你不是发烧晕过去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语气，难道是有宁儿？你是宁儿还是母后？当然是母后了。哎，没想到你会这么担心哀家，便起了心思想要逗逗你。母后，你没事就好，宁可吓死儿子。客儿放心，哀家没事。倒是那给粥下毒的刺客，可有审过？皇后已经差人去审了，只不过这幕后黑手着实可恨，不仅给粥里下毒，还伤害于你。若是被我知道是谁人想要对你不利，我定不会轻饶那人。其实那人并没有伤到哀家。不过能借此机会让科尔看清成王的嘴脸也是可以的。母后，您终于醒了，如此儿媳也能安心了。乖儿媳，哀家没事。那刺客可审出结果来了？快说，是谁人给朕的子民下毒，还要加害朕的母后？回皇上，那刺客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成王之使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就不可能？你记不记得哀家刚穿过来跟你说了什么？儿子，你可知正是成王害死了我和你父皇。
难道这一切都是成王所为？那当然了，你这榆木脑袋，非得让那老东西再害死你母后一次，你才敢相信是吧？不，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了。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所为，王妃真那么相信他？母后，儿子错了，是儿子被那奸人所蒙骗，还天真的以为他是为了我好，才导致年轻日差点又被那奸人所伤害。可儿，现在你能认清他的真面目，为时不晚呢。是啊，皇上，如今您能幡然醒悟，我们尚有反击成王的机会。皇上，成王求见，说是找到了下毒的真凶。好啊，他来得正好。可儿，母后，您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朕绝不会再被那老匹夫所诓骗了。代价，养心殿。回皇上，宁臣调查的下毒事件已有了眉目，那背后下毒之人正是刘侍郎，是吗？那皇叔可有亲眼看到刘侍郎去流民窟下毒啊？臣虽未亲眼看到刘侍郎下毒，但近日他经常派人鬼鬼祟祟去到流民窟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皇叔说的对，说来也巧，永宁在施粥之时恰好碰见了那下毒之人。按照皇叔所说，那下毒之人理应是刘侍郎的手下，可在审讯之时，那人却说是皇叔的手下。竟有此事？请皇上明察，此番定是有人故意陷害老臣。朕倒要看看你这副伪善的嘴脸还能维持多久。朕自然是相信皇叔的，所以朕就留了那下毒之人一命，让他当面与皇叔对质，以还皇叔清白。来人，将那下毒之人带上来。皇上，属下什么都招，就是王爷指使属下去流民下毒，求您不要迁怒于属下的家人。大胆奴才，图构陷败王！皇上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朕，不要被小人蒙骗。王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就不要狡辩了吧。皇上，不止这次给你流民下毒，还有太后和小公的死，都与王爷脱不了干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成王，你放肆！皇上恕罪，此人满口胡言，妄图引发君臣嫌隙，臣不可视而不见，故而将此反贼当庭处死。皇上还站在这儿，一切应当皇上做主。你这么做，是不是不被皇上看在眼里？公公此言差矣，臣乃皇上皇叔，皇上轻信小人之言，臣理应拨乱反正。朕还要多谢皇叔了，皇叔尽心尽力为我大营，朕怎么可能怀疑皇叔呢？还以为这小皇帝长了脑子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不过那下毒之人已被皇叔诛杀，可那些流民却依然流离失所，食不果腹。皇叔竟然如此关心那些流民，那不妨把所有家产拿出来，为他们谋取一个生计，这样也好让他们念及皇叔的好。既然你想反，朕就架空你所有的家产，看你还怎么有反叛的资本。皇上，朕待万千流民先谢过皇叔之善举，皇叔大爱，朕有感殊荣。原来如此，是咱家误会王爷了。王爷真是心系子民呐。安抚流民还有其他的方法，臣那点私产也不够啊。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小路子，明日你带着永宁公主去皇叔府上清点家产，皇叔怕不够，所以一定要清点清楚，千万不要苦了那些流民。
奴才遵命。这个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几个，都搬走，一个值钱的都别剩啊！不要搬了，这都是王爷多年珍藏的花瓶啊，这都是王爷多年珍藏的如意啊。王爷，这都是你多年珍藏的古董啊，不能被他们拿走啊！小鹿子，是不是府上所有值钱的都被我们搬走了？回公主啊，这府内大大小小啊都搜遍了，连地窖都搜了，一切值钱的东西啊都搬走了。这里啊是王爷的地契和商铺，奴才都整理好了。不错，还有这几把椅子也搬走吧，红木的，能值不少钱呢。还有皇叔父这身衣服，拿去当了应该也能值不少钱吧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！皇叔父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宁儿也是为了你好啊，那些流民都会很感激你的。老东西，你当初害死哀家和先皇的时候，就该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。皇叔父，本公主最近从皇后娘娘那学到一句话，送给你：狼子野心，虽远必诛。唉，本宫就知道皇上一向最宠爱本宫，不会真的惩罚本宫。之所以会禁足本宫，不过是为了保全皇后的颜面罢了。可是现在成王殿下触怒龙颜，会不会影响到你？那还不是舅舅自作自受？平时在皇上面前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敢在皇上面前杀人，这让本宫如何帮他？娘娘您看，是皇上。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淑妃是成王的外甥女，现在想来，以前朕之所以被成王牵的鼻子走，很多次都是被淑妃吹的耳边风。爱妃不用多礼，朕急得去找皇后。你无事的话，就回宫吧。皇上，岂有此理！江离贤那个贱人，果然趁着本宫被禁足，勾走了皇上。本宫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淑妃娘娘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舅舅自顾不暇，怎么还有空来我这儿？这还不是听说娘娘您解除禁足，臣当然要第一时间过来贺喜。说到这个我就生气。从前皇上最是宠爱本宫，现在不过1月时间，他居然就对那江离贤变了。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一切都是永宁公主在暗中捣鬼。她不知使了什么妖术，竟让皇上对她言听计从。皇后一向交好于永宁，她当然会帮着皇后留住皇上。竟有此事！本宫以前以为她就是个不受宠的丫头，如今看来，她定是妖孽所为。如果本王可以借淑妃的手除掉永宁，那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臣有一计可除此妖孽。舅舅但说无妨。3日后，燕国太子宇文池将会来访我大庭。听说他此次除了2国正常交流，还想挑选一位公主带回燕国，给自己的儿子做童养媳。若是被挑选的公主是永宁，这说的好听是童养媳，说的不好听就是质子。若是这永宁能去往燕国，那他就再也不能辜负皇上。舅舅放心，此事包在本宫身上，必给你将这事办得服服帖帖。燕国太子宇文池携使臣见过大宁皇帝陛下。太子有礼了。这早听闻大宁人杰地灵，到京都几天，当真是见识到，连我这2位使臣大人也一直在夸。尊敬的大宁陛下，臣自小仰慕中原文化，今日随王子殿下到此，可是想与各位比试一番。使臣既然有这份心，那朕定然让你们尽兴而归。不知你们想比些什么呢？臣自小阅尽中原诗篇，在座的诸位可否与我比诗？在座大臣皆是博学之辈，可真让他们出来与燕国使臣比诗，他们又会觉得胜之不武，面子上过不去。既然如此，
只能由哀家这个小孩子上。父皇，宁儿，父皇，儿臣愿和使臣切磋一下。也好。温宜深得太傅真传，定然不会让朕失望的。本公主才不会给你这个在父皇面前出风头的机会。公主殿下，请听。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看到了吧，本宫的女儿和那贱婢所生的女儿就是不一样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不要忘了我们的计划。放心吧，本宫都安排好。公主，请听臣最后一题：人生若只入初见。该死，这句没听过。公主，是不是回答不上来了？才没有呢，本公主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而已。这句诗的下一句应该是“何事秋风悲画扇”。是在下输了，两位公主好文采。大宁皇帝陛下，贵国的公主果然是文采斐然，臣下不才，愿与两位公主讨教一下剑艺之术。可是本公主根本就不会射箭啊！皇上，放心，交给宁儿就好。这整个大宁，母后的剑术若是称第二，就无人敢称第一。不愧是我大燕第一神箭手。公主，请。公主快射呀！您在犹豫什么呢？快放箭吧，公主！快射啊，公主！快射！快射呀，公主！快放箭！快射呀！温宜，还不退下！吓死老夫了！你，看来这大宁文采颇多，武术不行，不像我大燕子女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。温宜擅长才学，不善剑术。既然太子都这么说了，那朕就让朕文武双全的永宁公主来向太子和使臣们展示一下。这么小的娃娃能有多厉害？大宁陛下莫要坑骗我等。儿臣已经很久都没拉过弓了。不过既然父皇都发话了，那就请父皇配合儿臣一下。故弄玄虚。好精湛的建议！原来大宁的公主竟都这么厉害，臣下心服口服。当然，这可是朕无所不能的母后。这不可能！温宜，使臣面前休得无礼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拼。不瞒皇上，本王子这次前来不光是为了朝拜你，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。王子但说无妨。终于要来了。奇怪，哀家怎么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？臣下育有一子，生下来便被大师算为天命之子，还言说将来会娶一位天命之女。而如今到了这京都，看到两位公主，臣下就知道这趟京都是来对了，还请皇帝陛下准许赐公主与我大燕。这其中竟还有这等事。若说起天命之女，我朝永宁公主自是当仁不让。西南水患、流民之乱，都有永宁公主的功劳。这老东西还真是哪儿都有他。眼见着克尔羽翼渐丰了，就想着要把哀家送出去。本宫倒是不知道，在您心里，永宁这么厉害。殿下，我等都很尊重大燕国，但我和妹妹都未及笄。这大宁国还是第一次遇到未及笄就成婚的先烈。臣下当然想到这一点，所以只是想着先将公主带回去，以公主之礼待之，这样公主也可以在大燕提前适应习俗。不可！皇上，臣妾知道您心疼永宁公主，但大燕物资丰饶，公主过去不会委屈她的，日后还能成为一国王妃，您就顺王子的意吧。我原以为这是宇文池的阴谋，没想到成王和淑妃也是卯足了劲儿，想将哀家送出去。既然这样，哀
哀家就陪你们好好玩一玩。果然本公主是天命之女呢，之后还能当上大燕国的王妃呀，坐拥荣华富贵和辽阔疆土，这等好事也能轮到我，父王也真是为我着想。父皇，莫非儿臣愿代替大宁去往燕国？魏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给我回来！这大宁的天命之女只会是我，此等好事更不可能轮到永宁这个臭丫头。母妃，儿臣没有胡说，儿臣从小就敬仰大燕的习俗文化，如今有这等机会，儿臣求之不得呢。本宫倒是觉得温姨说的对，既然孩子有这份孝心，咱们也应该从了他这件事。皇上，温姨她是胡说的，这燕国那么远，温姨从小在臣妾身边娇生惯养，她可受不了这个罪啊。淑妃娘娘，宁儿也很理解您心疼温姨妹妹的心，但您刚才都自己说了，在大燕国布置丰饶，过去不会受委屈，之后还能当上一国的王妃，也是多么好的事情呀！怎么到温姨妹妹你就不支持了呢？淑妃，你就顺了温姨的意吧。皇上，温姨，你当真是自愿要前往燕国？如果你不是自愿的，我可以回绝王子殿下。儿臣愿意。温姨，既然如此，朕就把温姨交给王子殿下。臣下定不会亏待温姨公主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温姨吧，她还那么小啊，舅舅。他自己听了永宁那个小丫头的挑拨，上赶着去送人头，本王有什么办法？本王还没有怪你扰乱本王的计划呢。舅舅，求皇上，你求皇上收回臣命吧，舅舅。别给本王提那个小话，本王想起他就生气。您还是好自为之吧。这淑妃还真是个贩子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把自己的女儿搭进去。如今这小皇女越发的势大，看来得下一剂猛药了。既然她不仁，就怪我对她不义。王爷，您要做什么？你让这玉佩当了，换点银钱，去收买小皇帝身边的宫女。只要将这包鹤顶红下在萧葛长河的汤羹里，必死无疑。公主殿下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听说父皇一直都在养心殿，所以想过来看一看。那可不是，自从抄了城隍府呀，皇上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每天啊都在养心殿批阅之前积累的奏折。你们要时刻提醒父皇注意身体才是。奴才遵命。公公，皇上的汤羹炖好了。往日都是我亲自去取，今天怎么提前送过来了？皇上在里边呢，进去吧。等一下，公主殿下，这汤羹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只是觉得父皇的汤羹有些许香甜，于是便有些嘴馋。那简单呀，明天呀，奴才就吩咐御膳房，每晚也给您送一份。那就谢过公公了。进去吧。那汤里分明是下了鹤顶红，想害我儿子是吧？那哀家就给你们来一个偷梁换柱。王爷，成了，我们的人来报，夏尔朵的那碗汤羹已经被送进养心殿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这样。去百无堂试几挂鞭炮，待宫中来人找本王进宫，你就在院内点上炮仗，好好吹嘘本王的晦气，同时也是庆祝本王登基。是。皇上，今日的汤羹呈上来了，您趁热喝。放这先出去吧，朕待会就喝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哀家听说你最近甚是用功，所以特地亲自下厨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馄饨。原来是这样，母后好久都没给儿子下过厨了。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就去瑶光殿，
这一点等不及了。但这一膳房熬制的汤羹也不能白白浪费了呀。哀家听说淑妃最近呢，这位威仪的事感到伤心，要不我们把这汤羹送给去吧？母后言之有理，那儿子这就吩咐小奴子把汤给送过去。见过淑妃娘娘，今日奉皇上之命，特意来给娘娘送汤羹来了。这可是御膳房特意给皇上做，皇上记挂着娘娘，这不便吩咐奴才给娘娘送来了。娘娘，看来皇上心里还是有您的。皇上真是这么说的，我就知道这皇上心里还是有本宫的。现在不过是在跟本宫置气罢了。过几天皇上肯定会把魏一接回来。娘娘，您趁热喝，奴才就先行告退。这皇上省的就是不一样。娘娘，娘娘！禀皇上，淑妃娘娘昨夜喝了送去的汤羹之后就没了。御医验过之后，发现汤羹里有大量剧毒。什么？那碗汤羹本来是送给皇上您的，阴差阳错送给了淑妃娘娘。要不是永宁公主，恐怕皇上您……幸好有母后救了朕一命。传朕旨意，严查昨夜送汤的宫女，待他供出真凶后，立即捉拿。奴才遵命。王爷，公公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是不是宫内出了什么大事了？王爷，您还真是料事如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跟咱家去宫里走一趟吧。当然，去给那鞭炮点上，说不定本王这一进宫就不回来了。是。那就有劳公公头前带路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皇上急召我们上朝，成王，你为着朝婚也就罢了，还敢如此大摇大摆的上殿，当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吗？那又怎样？萧克一个黄毛小儿，值得被我放在眼里吗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当真是狼子野心啊！对，我就是狼子野心。自从先皇死的时候，我就筹谋已久，要做这天下的主人。萧克，他一个废物，若不是有先皇和太后的旨意，他担得起这大逆江山吗？皇上，先皇正统，虽生性贪玩，但胜在心灵纯良。成王，怎可如此放肆？得了吧，江显，我早就看不惯身在高位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其实还不是为了你江家筹谋。不然你会把自己的孙女嫁给萧克来巩固你江家的地位吗？一派胡言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心里清楚。毕竟坏人又不会把坏字写在自己头上。我劝你也别辅佐萧克这个昏了头的小皇帝。萧家谁来做皇帝，都比他要好。满朝文武的面，竟说出这么大逆不道之言，你要造反吗，成王？反正萧克也死了，我就是反了又如何？诸位，自从萧克登基以来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正经事不说，他惹得大臣和百姓怨声载道，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坐在那个位置上？我也是为了诸位着想，大宁江山可不能败在萧克手。那我们以后还有如何脸面去面对先皇和太后？谁说朕死了？你为何还没死？众爱卿都听到了吧？成王狼子野心，意图谋反，危及大宁江山。
来人，带下去。公主，皇上那边已经带人将成王拘在大殿了，成王之下只能伏法。成王他那么狡猾老辣，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就被拿下。你这样，本公主写一封信，你找人交到裴将军手上。裴将军，传闻他常年驻扎在城池边落，防御外敌，骁勇善战，从未吃过败仗。公主何时认识的裴将军？切记，一定要亲自送到裴将军手上。奴婢遵命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还是出去看看吧。既然你没死，那你今日找本王进宫是为何？大胆成王，买通宫女，意图毒杀皇上，你可知罪？不是没毒死他吗？因为你给我的那碗粥朕给了淑妃，你没想到吧？筹谋已久，竟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外甥女。那又如何？你要处死我吗？这大宁江山本来就是我的！带下去，即刻处死！萧可，你以为本王敢孤身进宫就没有留后手吗？禀皇上，养心殿周围已经被禁军给层层围住了。萧可，你输了。你早就送满了禁军首领，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划这盘棋了。对呀，萧，不然你以为先皇和太后是怎么没的？这宫内处处都是我的人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好一个皇叔啊，可真是朕的好皇叔，朕早就应该杀了你。这还不是你逼的？我们本不用兵戎相见，我劝你玩了这么久，就是想让你被大臣和百姓们罢黜。可是你非要与我作对，突然有了脑子，本王自是留不得你。我看谁敢动我父皇！宁儿，父皇，皇叔父稍安勿躁，你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生这么多气，容易不得善终啊！你看看，这不就有前兆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小公主总给我一种太后的感觉。不过孙女相平也很正常。都没注意到外边已经没有声音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啊，我父皇早就注意到了你留了后手，所以特地做了点小准备，请裴将军进京救驾。你的人现在恐怕已经被控制了。他这个脓包，哈哈，你真是会逗我笑。他要是有脑子，会这么多年看不出来我的野心。他是在骂朕没脑子吗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裴将军真的来了。若真的是裴将军，那我们就有救了。是啊，裴将军自先皇登基后便自请调离去戍守城池，10几年来未曾回过京城，但是屡屡为我大宁击退强敌，是我大宁人人敬仰的战神呐！永宁，你还是什么话都敢说。他这般昏庸，裴将军早已是心里不满，他怎么可能会回来救他？况且裴将军从驻地回来，最快也要3个时辰。你现在乖乖伏诛，或许父王还会看在你们同族亲情的份上，给你留个全尸。你别动永宁！永宁，你没事吧？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无妨，裴将军来的正好。这小姑娘的神情怎么这么像青青呢？裴将军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他这般昏庸，
确定还要拥立这样的皇帝吗？成王，你害死先皇太后不说，竟还意图谋权篡位。本将军这么多年虽未在朝堂，但也多少听说过你的传言。若非你蓄意蒙蔽皇上，他又怎能不顾朝政？就是。皇上，这乱臣贼子该如何处置？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成王祸乱朝纲，蓄意谋反，带下去，立刻处死！带下去。离成功就差最后一步，都怪你这个臭丫头！究竟使了什么妖术，萧可对你言听计从？其实啊，成王，你从一开始就错了，害死了我和先皇，又教坏了我的克儿，你现在的结局是必然的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根本不是永宁！都这么久了，你难道还没发现哀家是谁吗？自称哀家，你是太后？原来是这样。我明白了，萧可会对你言听计从。弯着用他的头。禀公主，裴将军求见。该见的人终究还是要见的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青青，是你吗？是我。青青，我已经和父亲说过了，他下月15就去你家提亲。青青，你怎么哭了？裴昭，我不能嫁给你了，我爹已经将我许给太子。那我呢？我呢，青青？那人是太子，更是日后的天子，我爹拒绝不了。裴昭，我们就算了吧。青青。青青，既然我们注定无缘，那你我此生不复相见。我为自己出关束手，只愿你在宫里一切平安。臣裴昭见过太后娘娘。裴将军，带哀家出去走一走。宫内传出的消息是，哀家去世已久。你为何还会毫不犹豫地带兵入宫救驾呢？因为信的落笔是个青字，臣认识的人当中，除了太后娘娘，再无别人的小字叫做青了。哀家当年入宫后，你就去了边关，那等土寒之地，裴将军你是怎么撑过来的？边关的夜十分寒冷，臣每夜便告诫自己，只要习惯了，便好。人这一辈子一直都在习惯，习惯寒冷，习惯深宫，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苦，都会笑着对别人说：“习惯了就好。”裴昭，你老了，都烧出白发了。10几年过去了，臣当然会变老。倒是娘娘现在年少，还有很漫长的未来。也是，不过现在朝堂有将相和裴将军盯着，后宫有乖儿媳整着，哀家也难得落得个清闲。
娘娘，咱们该回去了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啊！娘娘，来人呐！娘娘，你醒醒！快来人呐！回皇上，公主她气息微弱，怕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。一派胡言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一到这个时候就跟朕说这些没用的。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把公主给朕救回来。臣也尽力了。滚！母后，你醒来看看我，儿子正在慢慢变好，您还没有看到我成为一代明君呢。您这样，儿子该怎么办？皇上，不要太过伤心，许是娘娘太累了，还想再睡一会儿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母后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母后一定太累了，母后一定是太累了。皇上，不好了！龙溪发生战乱，灾情难以控制，大臣们在紫宸殿等着您过去决策呢。怎么又暴乱了？哀家摊上你这混账儿子，就再也没省心过。母后，您醒了真太好了，您醒了，儿子就有主心骨了。可是这个陇西暴乱，哎呀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个头啊？